水彩花瓣实际上分成两种啊，第一种就是层次里面分成两种，第一种呢是这个我们的水彩的层次。第一种是单独水彩层次，第二种呢是水彩和彩绘胶，也就是说我们的水彩是可以配合和任何的这个甲油胶去进行操作的，彩绘胶去操作。然后我一个一个给大家去演示，大家一看就懂啊，把这个再加到大家喜欢的款式里面去进行就好了。来，这是一支万能笔啊，万能笔专门用来做彩绘用的万能笔。然后第一种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我先把这个彩绘胶取好之后，在甲面上第一层，因为甲面是透明的，磨砂封层，磨砂封层之后。来看，我在这一层，我先去画一些我喜欢的小花瓣，先简单画一些小花瓣啊。来，画出2朵来，这2朵画好之后，我们先拿去照灯，照灯。这种呢，就相当于彩绘和水彩的一些组合。其实水彩可以在前面，彩绘可以在前面，都是可以的，不限制。大家也可以先用水彩铺好底之后，我再用彩绘胶去叠加2层，也可以。那单独的水彩叠加的话，大家来看这个，之前也是在花朵的那节课里面给大家有讲过这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一个甲片，对吧？在甲片。擦干净，这是在磨砂封层之后啊，磨砂封层之后的一个甲片。那用水彩画的时候，肯定用到是水彩笔嘛。我们先去选我们第一个想要第一层一个花瓣的颜色，先画上去。第一层的颜色一个要薄，另外一个要浅，但是不能太浅，你别说画完看不出来，那不行啊。注意花瓣中间留好间距，不要太密集。一旦密集太过于密集的话，这个花心位置留不好，也不太行。但也别留得太宽，好吧？好，下面涂满第一层花瓣，先加上去，中间可以适当的，哎呀，这个线条画错了。加点小细节吧，我都没有什么想法啊，大家也可以这种随机，就觉得怎么好看怎么来就行啊。第一层先简单铺一下，好了，那接下来我要叠加第2层，一个在这上面，如果你的颜色浓度不够，第2层花瓣叠加不多，那么等它干透之后，直接接着往上画就好了，接着往下画就好了。但是如果想让这个花瓣层次感比较明显的话，记住在这一层之后，我们用一层底胶隔离。因为画的面积比较大嘛，所以先用底胶隔离，再上磨砂封层。但如果说是面积比较小，花瓣并没有占到整甲的那种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一层磨砂封层去隔离。当然，日常看到的作品多数都是直接磨砂封层隔离的。但是实话实说，在一旦大家画的指甲比较满，整甲都是这种水彩层次的时候，水渍的时候，直接上磨砂封层，当时没问题，但是过一段时间会容易开边起翘，的，好吧？来，这是水彩的第一层。第一层之后，我们在这一层之后想要叠加这个水彩花瓣，好了，我上一层磨砂封层，把第一层的花瓣给它遮盖起来。好，遮盖好了之后照灯，2个同时操作，大家来看啊。那第一层我们刚刚用的是这个黄色，那么一会儿我们下一层颜色可以用一个稍微跟它接近一点的，比如说拿这个黄跟这个颜色去调色，那么它色系肯定会统一一点点嘛，对不对？色系统一一点点。当然了，也可以做一些粉色系的啊，这个大家自行决定。好了，这一层之后，咱先画哪个？先画这个吧。那在这上面，如果说是透明的甲片上，大家来看，如果说大家调的这个颜色浓度不够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水量过多、比较透的那种效果的情况下，在透明的甲片上画，看画出来的感觉就是这种，就好像不上色似的，有没有发现？就好像不上色似的。但是这种适合做什么？比如说那种通透感的一些小花，我想在这地方有点通透感，好，那我们可以加上去。但如果说想让第2层的花瓣比较实，可以有一个方法啊，我先给大家做出这个示范来，大家先看。那我就直接把第一层，我先用彩绘胶打个底，然后在彩绘胶的上面，我去把这个色彩，花瓣的颜色加上去。看到没有？只要有一个白色打过底之后，同样是这个甲面，是不是它的这个花瓣颜色就明显的多，对吧？就明显的多。好了，你看一个是这种的，看不太出来，一个是另外一种的，这是一个给大家稍作解释。然后在这一层，比如说我们第2层想要叠加花瓣了，那第一层先用彩绘打个底，然后上一层水彩的颜色。第2层呢，我们来上一层磨砂封层，看看磨砂封层之后，你看这个花瓣它的感觉是不是接着又不一样了？所以说，在有的亮面的效果和磨砂面的效果是有区别的，大家那个提前有个
有个想法啊，有自己的想法，不要觉得说水彩做完这么浅，但实际上上一层亮面它会干净很多。好了，我们把这一层拿去照灯。这个呢是刚刚只是水彩之后的进行第二层颜色叠加，也就是说这个花瓣中间是涂了一层磨砂封层啊，只有这样在涂完磨砂封层之后，我们再去叠加颜色，它的层次感一定比你在一层上做出来的层次感要强，因为中间毕竟有一层透色胶隔离，所以说它中间会有那种透明的感觉，让整个花瓣会更加立体一点。注意第二层和第一层的花瓣要统一一点，你比如说第一层是个圆的花瓣，完了你第二层画了一个方的，对吧？那肯定是不好看的。那第二层颜色给它稍改变。不一定全部涂满啊，适当来几笔就可以。看两层上去了，是不是两层就上去了？这边也是。整体色系稍微都搭一点啊，随便画下，随便画下。好了，这一层干透之后就可以上底胶，然后隔离再封层了。上底胶隔离封层，至于中间的这个地方没有花心怎么办？那咱就加点花心，对不对？我们去取点棕黑色，为了加深一下，凸显一下它的这个花心位置。好，我随便点一点。你看它整个花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啊，可以适当来一点点。加上去，加好之后，上面该用什么，该干啥干啥。你们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自由发挥啊，不一定就是说咱必须得做完一模一样，那没必要。就是大家只需要做的，你们自己写好就。有可能我做完这个，你们就真丑，是不是？就觉得真丑，但实际上只需要让大家理解到它是什么意思就好了。最后再上一层封层，大家去看啊。你们一定记得是先底胶再封层，先涂一层底胶，隔离包边之后，然后封层。看，它就好像第二层花瓣浮在了第一层的上面，但是如果说你在一层上面画，它就有一点点混色效果，就没有现在的这么立体，好吧？就没有这么立体，所以中间用透色胶去隔离，或者说用封层去隔离，再叠加第二层，才会让整个花瓣更加这个浮起来一点点。好了，这是刚刚画过的第一层啊，第一层结束，上一层磨砂封层，那么我要叠加第二层，我要换色了，我就可以怎么样？配合彩绘胶，哎，那个纸呢？彩绘胶啊，甲油胶上色太浅了，甲油胶太浅了。把第二层我的花瓣，我可以把第一层的花瓣，哎，这个位置是不是我可以把这个花进行叠加？叠加之后，第二层我可以是这种白色小花浮在这上面的，对不对？我可以是用这个白色小花花。当然了，第二层的花瓣我也可以在周围的地方稍微加一下。第二层，你看第一层是不是好像有很多层次一样？有很多层次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它去画一些小小的叶子或者其他的装饰，当然待会用拉丝胶也是可以的啊。好，你看整甲就满起来了。这个时候来照灯，给它照干，因为这是一个免洗封层啊。照完灯之后，甲面也是这个那个光滑面的，所以说想在第二层上面我们去叠加颜色，也是不是也需要再涂一层那个再涂一层磨砂封层，才能进行彩绘的绘制，水彩的绘制。这个先放这儿，是纯水彩的花瓣叠加。一定记得底胶隔离啊，底胶隔离。
你要没有说你看那这样做完也太厚了吧？对，你要有如果想要层次或者又想结实的话，该做的步骤一步不能少。然后如果说只是打板用的话，你们直接就是涂磨砂封层隔离就好了，好吧？就该偷懒偷懒。然后再做真人的话，咱避免返工，所以说最好还是提前做上去。你看，至少现在这样水彩和彩绘的层次也就有一层一层浮现的效果了，对不对？先照灯来，先照灯。照完灯之后，我们再在这一层上通过不同的颜色位置选择不同的这个水彩，我们进行颜色叠加。比如说第二层，咱们用一些偏粉调的吧。那我没有粉怎么办？调，自己去调。拿一个红色涮笔，涮好红色之后，没有多余的颜色了，取白色，水量不要太大啊。你看，这不是粉色出来了吗？对不对？粉调就出来了。这个大家不会调色的，不知道颜色基础知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有节专门系列课，就是教大家颜色基础知识的一个这个三原色的调配方法啊，三原色调配方法。来，第二层，实际上拿这个粉色，说实话有点色系不大统，一个暖调啊，一个是偏冷调一点点，但是给大家看一下吧，好不好？这个地方来在白色上面我去叠加粉色的小花花心的位置，颜色加重，花心位置颜色加重。当然这种也可以用一些红调，比如说上面的花我可以两半是粉色的，然后其他的地方我再换一下其他颜色，可以吗？也可以。先把这个粉色加上去，好了，涮笔，我再拿一个胭脂，不行，胭脂发紫啊，要月季吧，洗一下水，然后在这些花瓣里面，哎，我再加上一些，看似好像一样，实际上还是有点不同的，对不对？看似好像一样。好，那里面我又可以再加点什么？加点比如说蓝调的，加点蓝色的，尼罗蓝或者天蓝色，调匀，好了，上色。这里做点透的那种效果啊，就是有一些可以做成透明的，咱也不是说必须都在白色彩绘胶上操作，加一点点，这边有点多了，有点多了。好了，我再去返回咱们的红色来。最后来稍加一点绿调，这个绿呢，就是用森林绿鲜艳的嫩绿色就可以啊。如果说太重的话，反而它的那个春天那种感觉就没了。来，你看整个颜色不就叠加上去了？不要做多做乱啊，做的乱了反而不好看。这些颜色，我们中间有些颜色不漂亮、不喜欢的，可以把笔涮干净之后吸掉多余的水分，然后把这个多余的颜色给它擦掉，适当保留一点白色彩绘胶也是可以的，不一定就是说所有的颜色我必须得有啊。最后检查看看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好看的保留，不好看的就抹掉嘛，对不对？不好看就抹掉。哎，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不是还有这种比较春天的效果了？最后咱如果说是结束了，那么上底胶，然后再封层，我就直接封层了啊！大家来看效果，注意看现在是这种质感的。来，我们上一层亮面之后，你看这个小花一层层的效果是不是就来了？以后大家做好分析，看看人家如果显色度知道明显肯定不高，那么它肯定是用白色胶打过底，那就好像一层一层浮现的一样。我照完灯拿下来大家看啊。这还是比较漂亮的，所以说两种操作方法，一种是纯水彩的花瓣层次叠加，另外一种呢就是彩绘胶配合彩绘胶或者其他的一些胶去进行层次叠加。当然这个层次也可以用石膏胶呀、纹理胶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饰品去叠加啊，不一定亮片胶都可以，不一定只能是彩绘。但是如果想要花瓣的显色度高，一定是要用白色彩绘胶打底，然后再上色，白色彩绘胶打底再上色。好的，来看看这个。你抠起来没太干啊，没太干，但是在支架上你看有这种是不是一层一层的效果，一层一层的效果，它就不会像那么单调的感觉。你有可能你看一眼，我根本不知道它咋做的，看起来花瓣又有色，又好像又有白又有底色，根本不知道一层一层咋来，那就这么去操作就好了，好吧？这样操作就好。所以说大家把这两种方法去实操一下试试，自己喜欢哪种做哪种。